家乐福被统一集团收购之后，从外商变成了台商企业。究竟来自法国的家乐福当初是怎么在台湾打下江山，而现在为什么又要脱手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家乐福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7月19日，统一集团宣布他们将买下家乐福的股权，让家乐福成为100%的台资企业。而在正式收购之后，统一也会稳坐台湾零售业的龙头地位。新闻发布之后，网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应。有的人开玩笑说，呼叫全联请支援输赢，家乐福会不会比较小气？员工准备学收发包裹跟泡咖啡了呢？但有的人则是一头雾水。2年前家乐福才刚并购顶好，不止市占率大幅的提升呢，营收也刚创下历史新高，怎么这么快就被卖掉了？今天我们会把重点放在家乐福身上，回顾家乐福来台30年的发展，它是如何站稳台湾，成为量贩的巨头，而最后为什么却被抛弃了呢？开始之前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如果你平常喜欢看我们的影片当成 podcast 来收听，那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 podcast 内容啦。现在我们把志祺77频道的影片调整成适合纯粹用耳朵听的 podcast 节目，让大家平常在通勤或者是做家事的时候都可以轻松的收听。那你只要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搜寻志祺77，就可以在这边听到多元的社会议题、新闻时事或趣味新知的介绍。而且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有其他 podcast 的专属节目哦。那目前我们固定会在每个礼拜的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更新节目，欢迎大家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去听听看，订阅追踪起来，或是帮忙分享给身边喜欢听 podcast 的朋友哦。1959年，也就是60年前左右，几位法国商人创立了家乐福这个品牌。隔年呢，第一间家乐福在法国正式开幕，受到了不少人的欢迎。而在一步一步站稳法国之后呢，家乐福也逐渐的往海外发展，变成了大型的跨国企业。1987年，法国家乐福进军台湾，与在地的统一企业合资成立了家福股份有限公司。而2年之后，他们在高雄设立了台湾第一家家乐福量贩店，也是家乐福在亚洲的第一个据点。但是想要站稳台湾的市场，一点也不轻松。20多年前，台湾经历了一场量贩店大乱斗。当时不少外国卖场把台湾当成是西进中国的跳板，而台湾民众对于量贩店接受度也很高，因此外国的量贩店呢一窝蜂的来台湾试水温。而除了家乐福之外，还有来自荷兰元老级的这个量贩店万客隆，还有美国的好事多、英国的特易购等等，再加上台法合资的大润发、爱买，共同瓜分台湾的这块市场竞争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。那虽然说家乐福在初期就名列前茅，但为了保持领先，他们也必须跟对手做出差异。当时的家乐福呢有很多策略，像是强调主题式商品陈列区，或是改变卖场空间的设计，引进美食餐厅啊、休闲空间等等的设施，提供消费者不一样的购物体验。而最终家乐福也逐渐的甩开其他对手，站稳了量贩店龙头的位置。而其他营运不佳的量贩店则是陆续的退场，像是万客隆在2003年结束了台湾地区的营运，特易购呢也在2005年把台湾分店卖给了家乐福，黯然的退出了台湾市场。但是几年之后，家乐福自己却遇到了不小的挑战。2000年代的中后期，家乐福在台湾越来越难找到新的展店空间，数量逐渐的饱和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民众的消费习惯也出现了变化。过去量贩店主打一次购足瞄准的客群呢，都是那些在周末带着全家大小来采买食材、日用品的家庭。但随着少子化，年轻人不结婚，家庭组成的人数变少，大家购买的需求量也变少了。人们更喜欢2、3天去一次超市，小量采买，让量贩店经营出现了危机。于是，在2009年，家乐福开始尝试超市店型，推出了家乐福便利购。家乐福便利购虽然空间少了很多，货品的数量也只有量贩店的1/5，但贩卖的品项着重生鲜、有机、即食商品，更符合小家庭跟单身族的需求。而另外呢，在地点方面，以前的量贩店大多会选在郊区自己建卖场，但便利购呢，像超商一样直接设在人口稠密的住宅区，在大楼的1楼或是地下室设置门市，成为社区卖场，打入大众的生活圈。不过，想要进军超市界家乐福必须要迎战一个极为难缠的对手——全联福利中心。
全联福利中心的前身是军公教福利中心以及全联社，他们采用独特的寄卖模式，不会先跟供应商收上架费，而是等商品卖出去之后才分润。透过这样的模式，全联得以压低商品成本，提供消费者最优惠的价格。再加上精准的行销手法，几波精彩的广告呢，更是让全联省钱的形象深植人心，成为大家的新宠。短短几年内，全联就成为了零售业最强悍的势力。而在2012年量贩与超市业的年营收排行榜上，家乐福更是被全联超车，只能够屈居第2。同时，家乐福在量贩店的龙头位置呢，也遭到了好事多强力的反击。好事多主打收费会员制，他们利用会员年费支付营运成本，因此他们不需要从商品中取得太高的利润。那对于会员来说，商品价格呢也能够更加的便宜。而另外一方面，好事多也追求极致的顾客满意度，只要你不喜欢就可以全额退费。虽然他们必须要承担损失，但也成功的建立了口碑，创造了品牌忠诚度。好事多的策略大获成功，获利能力毫不逊色，甚至在2016年一举超越了家乐福，成为了量贩店的获利之王。面对全联、好事多的夹击，加上大润发、爱买紧追在后，家乐福可以说是毫无喘息的空间。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呢，这几年呢，家乐福拿出了很多不同的方法。首先，家乐福大力推广行之有年的自有品牌。自有品牌的商品呢，高达了上千项，从牙线棒、狗饲料到新鲜的蔬菜，通通都有。透过与上游代工厂合作，这些家乐福挂名的商品，除了价格实惠，品质也由家乐福亲自把关，成为了家乐福做出市场区隔的主打商品。而另外，家乐福也加入了快速崛起的电商产业，建立购物平台，抢攻线上消费的客群。同时，他们也跟外送业者合作，提供生鲜食品杂货的外送服务，满足消费者对于即时快速的需求。最后，在实体店的部分，家乐福走向了社区卖场为主、量贩店为辅的布局策略。便利购呢，以每年10间左右的速度增加，深入各大社区，逐渐成为了家乐福营收的主力之一。而透过不同的行销策略，让家乐福在各大品牌的冲击之下，仍然维持优秀的获利能力。2020年，家乐福大动作收购顶好，一举新增了200家的超市店面，成为了超市二哥，颇有跟全联一较高下的地位。而顶好旗下的高档超市 Jasons 也一并呢被家乐福收购。家乐福透过 Jasons 瞄准了中高阶的消费者，补足过去比较缺乏的客群。过去几年，台湾家乐福的营收不仅连年成长单店绩效也比欧洲门市更好，被誉为是家乐福集团的小金鸡。而在并购顶好之后呢，市占率还有营收也大幅的增加，前途一片看好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家乐福却传出了转卖的风声。咦，明明经营不错，到底为什么要被卖掉呢？从去年开始就有消息传出家乐福即将出售，而市场分析，家乐福的决定出自于对于全球布局的考量。根据家乐福前任经理表示，对于海外市场，家乐福一直有做不到前3就退出的原则，只要没有办法在当地成为领导品牌，就会转手卖人，跑去投资其他的地方。而过去家乐福依照这个原则，陆续离开了印度、新加坡、泰国等亚洲据点。而在2019年家乐福退出中国之后，整个亚洲只剩台湾还有驻点，导致他们的经营成本相对提高。而另外，虽然台湾的家乐福很赚钱但台湾的获利也只占全球营运的3% 而已，其实也是可以割舍的。再加上这几年呢，集团开始把目光投向快速成长的南美市场，需要资金大规模的展店，卖掉台湾的家乐福呢来换取现金，自然也就成为了选项之一。而在台湾家乐福的员工呢，多多少少也已经有了换老板的心理准备。而最后也不出大家所料，就在今年，统一集团买下了家乐福所有的股份，结束了法商家乐福呢在台湾30多年的经营。原本已经有 7-Eleven 时代百货的统一集团，在拿下家乐福之后，将会完全制霸，成为台湾第一个横跨超商、超市、量贩店、百货的超级通路。而由于家乐福年营收将近900亿元让统一集团吃了大补丸，在台湾零售版图上面，统一也会跟第2名的全联拉开差距，继续坐稳这个零售业霸主的地位。不过，许多民众担心统一并购了家乐福会成为通路巨兽，造成这个市场垄断。不止民众缺乏比价的机会呢，也会让供应商缺乏谈判筹码，变得更加的弱势。但对于这些说法呢，统一集团则是表示量贩店、超市跟超商属于完全不同的业态，希望大家不要担忧。那么关于统一集团在台湾的霸业以及并购家乐福之后的发展，我们之后也会专门做一集来讨论请大家再等一阵子。
在进入观点以前，我们要先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，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，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，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主题，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。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，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，成为我们的会员，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。好的，那话说回来哦，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零售业都在积极的布局各种销售通路，但在市场已经被瓜分的情况之下，从零开始打天下的效益极低哦，企业才会选择用并购的方式拼市占率，才会频繁的出现量贩店并购超市、超市并购量贩店这样的情况。不管是全联并大润发、家乐福并顶好，或是统一并购家乐福，都是出于类似的考量。而台湾的零售业也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并购案当中，走向了大者恒大的格局，剩下大型集团在互相竞争。那回到这次家乐福的新闻，我们在留言区看到不少人满满的担忧，有的人担心垄断问题，不希望自己买到的东西越来越贵。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觉得可以等之后公民会的结果再来观察。不久之前呢，公民会也透过全联并购大润发的案子，但有附加条件。要求呢，要这个全联价格控管不能够任意的涨价。而这次统一与家乐福的收购案会不会有类似的限制？几个月之后应该会有答案。而另外，有些人则是担心家乐福转手之后，原本特色会消失，像是法式卖场精选的进口商品啊、自制的面包等等，未来可能会再也看不到了。但其实业界也有人评过，转手不一定是坏事。或许家乐福呢，还是会有原本的团队经营，再加上统一集团强大的物流优势，说不定能够发展的比之前更好。而这个部分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那这集到这边，我看到发商家乐福退出台湾，你的感觉是什么呢？觉得很 OK 哦，想要看统一接手家乐福之后会怎么经营。B 觉得难过，不想要这个喜欢的商品不见。C 觉得担心统一集团的规模太大，会造成垄断的问题。D 没有感觉我都去其他地方买东西。一起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家乐福在台湾的故事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量贩店的并购潮以及物流业有多么的血汗。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